那时候太子爷看我在哭哦，他说不要哭了啦，赶快写下来，你觉得你的心情感受是什么？写完之后呢，我就听到财神爷突然神来一笔，让我了解说我所写下来的原来叫创业三宝哦。信仰注重在人间，今天可以去规划天官五财神躲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Hello， 我要和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创业成功的关键。这个创业成功的关键很简单，轻松不费力，就像我们现在这只春娇。舒服的躺在这里睡他的午觉关于创业成功这件事情，其实你放心啦，我想多数的人大概都没有走向我这么苦的生活曾经啦。所以我今天也会不藏私跟各位分享这一切。来，首先呢，我来跟各位分享关于我的真实的一个案例。我曾经在2019 3月份的时候，我在上海的某大学教书，那有接到校方给我个机会是做一个叫做校内讲师培训。那一门课程呢，给我的薪水非常好，我1个小时就有台币将近1万块的收入。所以哇，我光听到这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收入我很开心，也很期待，也不管学校要我讲的是什么，我都愿意，我 OK， 我承担。可是当学校呢，他把那个演讲主题给我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主题之后我真的回宿舍开始哭。为什么？因为这个主题叫创业成功我的妈呀，我们都在家道中落，哪里成功？我爸爸做事业就做了7次，成功7次，失败也7次，我个人跟着他就3次了，这其中还有包含他准备要把公司股票上市我就开始想，天哪，我的家族史，我所知道都失败。再来，我又想想那个时候我的生命的状态，我开店，然后整栋楼有卖玉卖水晶有做身心灵咨询也有开课做教育我也不是什么连锁店，我也不是什么股票公司上柜上市的企业，所以我想到我的个人，我就是能过生活糊口饭，就这样而已。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我很糟糕，很自不量力硬是跟人家推荐自己，好，我愿意直下承担，然后呢又拿了这笔钱，我是要怎么跟他讲成功？我真的开始抱头痛哭，哭得非常的惨。那时候太子爷看我在哭他说不要哭了啦，赶快写下来，你觉得你的心情感受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想到都是我们家族的失败以及我个人的失败我就很认真的写，一直哭一直写，边哭边写，边写边哭，那个眼泪好像不用钱了这样。写完之后呢，我就听到财神爷我们老板来了，突然神来一笔，让我了解说，来，现在我所写下的创业的失败，把我这样挪动一下，变成叫创业三宝很神奇我不知道说我所写下来的原来叫创业三宝我马上拜天拜地跪下来谢谢神尊，因为呢我写完之后连我都觉得哇，原来我生命的失败也是成功呢那一场演说我真的带着我这些失败，用很真诚的状态在诉说给我的培训讲师听底下有老师听我这样讲，他们感动到哭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跟各位分享创业三宝是哪3宝来，首先呢，创业三宝第一个部分人保，人保就叫人事管理。怎么说呢？财神爷说记得要创业我们呢不要怕跟人家合股做生意。很多人都觉得说做生意不谈跟人合购，跟人合购好多问题不要。财神爷说没有，可以跟大家合股做生意，大家小本福气赚的钱更加多所以记得你在人保的第一点要制定股东合作契约，你要讲好，不管是再好的朋友、家人、亲人，我们一起从商，一起创业，我们白纸黑字写清楚，免得将来翻脸，这是第一个重点再第二个，哇，在事业创业的路上，帮我们赚钱的是谁？以老板来讲，帮我们赚钱是员工呢，所以员工是最重要的那不通想说请人家来，我是老板我大，你是员工你小，没有，其实员工帮我们赚钱的，我们才更要爱护他们。所以关于员工的职责跟条约我们要让员工明白，就是说不要有人偷懒也不要有人就是累得要死，我们把职责条约规划清楚，让你明白你要做什么，你明白你的工作范围，你就认真在这个区块打拼。好，再关于第3个，你要会记得，咱头家要赚钱是要靠员工，所以员工是我们老板的宝我们不能够赚钱全部进老板口袋，没有，我们赚钱我们也要懂得跟员工分享。
不要只要压榨你的员工，员工帮我们老板赚钱呢，我们靠的就是他呢。所以本来人家该有的福利你都要有，甚至啊更要愿意给回馈给感恩。你员工照料得好，他们帮你赚钱。这边就要跟各位说明我曾经有过的经验哦，因为那时候我在上海的某大学教书嘛，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都在大陆生活啦。然后呢，我曾经到大陆的一个大的火锅连锁品牌，我到他们家去用餐。我跟你说，他们家的员工服务非常好，那个排队要等吃的人外面给你做指甲彩绘，然后呢还有帮你洗头吹头发的，还有那个就是给你玩桌游的，零食饼干糖果饮料都给你招待好好的。因为我们是做服务业的，我们感受性很强，哇，人家对我们那么好，那个是不是真心我们感受得到？那时候我觉得哇好特别，这家服务业火锅连锁店怎么可以服务的这么好，员工这么好？那时候我就问跟我同行的大陆朋友，他们告诉我，这家火锅店老板他呢都是带着他们家乡的人出来到都市打拼，他们的员工训练不是告诉你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没有，他的员工从乡下来到都市，先带你怎么搭地铁，搭那个公共运输交通，怎么买票。哇，我那时候觉得好感恩，我觉得怎么有这么好的老板。他说还不止如此他只要是进来的员工，一个时间到就是给鼓励。所以我就觉得哇，难怪那个员工在服务人服务得到我们做客户的都好感恩整个这么好的服务，难怪他们企业那么赚钱。所以呢，要记得我们当老板的人，我们不要只想压榨员工，员工帮我们赚钱该给的要给他，不止该给的要给，我们有能力我们还要多奉献付出。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好，在人保的部分，最重要的第四个部分就是记得不要创造二元对立，我们要营造团队的气氛。你是老板我是员工我们不用这种对立，我们大家是一起来赚钱的。其实今天在财神爷的眼中，事业只是个平台，我们用这个平台赚钱，你不要刁难我，我不要为难你，我们一起来赚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世保，世保就是关于财务管理啦。我们来讲讲关于钱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来看待。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备用金。其实很多的创业者说有勇气他第一，说有冲劲他第一，做事业就是冲啊闯啊变啊，结果钱不够那就真的会断头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多的风险，事业也一样，所以真的要有足够的备用金，这个会对我们创业者来讲会有更多的底气。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呢，进账出账都要详细记录去哪了，不只是对我们的股东交代，你要对自己交代，你也要对你的投资者交代。再来还有第三个部分，钱进来要学会专款专用。其实蛮多创业者因为不足的备用金，所以往往 A 钱会用到 B 钱去， B 钱用到 C 钱， C 钱用到 D 钱，到后来钱滚钱乱滚一通乱了，不行，我们的钱要专款专用， A 钱进来 A 钱用， B 进来 B 钱用， C 钱进来 C 钱用，才不会我们所说的把公款拿去当私房钱花啦。好，在第三个呢，我们一定要设停损点。其实创业不是赌博，但你会发现创业的人都很有勇气，很有信心，很愿意冲，像牛像马这样干不行的，不能今天失败了我要硬撑，结果亏更大。我们要学会设停损点，不对的时间就退场不要让洞越来越大，所以是设好停损点，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这是关于我们所说的世保。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物保咯。我们说物保是什么呢？它是关于产品跟你的市场。我们今天创业的人呢，我们要创业成功，首先我们贩卖的东西就是要好。我们在买卖东西，你要严格把关，你的东西就是你的品质，你的品质就是你的信誉，你的信誉也是你的口碑，所以不要为了赚钱而砸了自己的品牌。赚钱我们要让它细如长水，滚滚而来，源源不绝。好，在第二个要学会控制你的库存因为这个市场的变化万千，我们真的是要把金钱多一点是活用的状态，不要打死让自己的库存太多。那再来第三个，一定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售后服务。我们的好的产品，我们要让客户买了东西让他有保障，甚至还可以开启之后无限销售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这很重要。好，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尽量一切都采合作的方式啦，减少雇佣成本。我如果公司需要企划，我不一定真的要招揽企划人员我可以请外面的行销公司我们如果能够选择多用厂商跟厂商之间的合作，说真的会比使用员工还来得好啦。公司如果开设了太多的部门，有时候部门必要的开销其实我们可以把它降低，变成是我们去找外面的合作厂商，费用的部分也会比较是节省跟合理。所以今天
我就把这个我们家族所经验过的这些创业的失败都写在这边12点。只要呢你不犯这些错，你一定创业成功啊！这些错误我都帮你犯过了，所以请大家不要犯这些错。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春娇女士，说到创业成功，这个是非常随手可得的哈。困啊，听伊嘛听有，是不是？懂吗？春娇创业啦，工作啦。每次啊提到这个曾经有过的经验哈，你知道吗？在过去啊，我父亲还在的时候，其实我曾经啊骂过他。我跟他说，一个男人啊，怎么可以让家庭这么的跌宕，让妻女啊这么的辛苦？然后我爸爸那时候一言不语，都没有说什么，就是哭。我好难过，因为那时候我也没跟他道歉。可是后来当学校啊把钱给我的时候，我又回宿舍哭。我这一次哭是哭说，哎呦，好忏悔哦！过去跟我爸爸说那样的话，我到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过去埋怨我出生在我这个家庭，我现在要很感恩这个家庭。今天我如果没有选择出生来这个家庭，我不懂得什么叫创业，我也不懂得就是说，哇，原来身为财神爷的机身，你要如何学会事业修道，出生在这个家庭是最好的啊，学的最多。所以啊，这也会有关于是，我的灵魂在出生前就已经设定好的选择了，所以我投生在我的家里哈。其实虽然过去风风雨雨，但我很感恩。镜头前的每一位朋友，想一想，当你出生在一个你不太满意的家庭，甚至过着不太快乐的生活，不要埋怨你的家庭，这是你选择来的，有功课的。财神爷说，创业成功啊，从来不是靠运气，它靠的是准备。就算你没有准备好，但是呢，我们提供给你的人保、事保、物保，你了解这一切，你小心不要犯了我的错误，你就会成功。所以创业三宝啊，也是我们创业的护身符啦。这是财神爷的智慧。你可以不信风水，不相信神明，但千万不要不相信这些基本法则哦。祝福各位创业都成功，谢谢，拜拜。也了解出生在这个家庭，它也是跟我们灵魂要出生前的选择有关哦。啊，醒来了呀，换你要做事了吗？在爱里头，往往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智慧的修行、修正、调整，其实美好的财啊，你不求它也到哦。